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人类本来的真正健康是具有高免疫力。当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时，我们容易患病或感染病原体，疾病的康复过程也会变得缓慢。此外，免疫功能失常还可能导致我们遭受各种疾病和症状的困扰。因此，为了避免这些健康风险，我们应该关注日常饮食和运动，以保持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并维持强健的身体。在这个视频中，我将解读医学博士石原节士先生所写的《空腹步行可预防疾病》一书。视频介绍了适合现代人生活节奏的空腹时间安排方法，以及空腹状态下运动对健康的益处。虽然市场上有许多健康方法，但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健康方案，因此尝试不同的方法，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是必要的。这本书介绍的方法非常容易实践，希望能帮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习惯。今天将分享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第1章建议不吃早餐。第2章提倡保持空腹状态。第3章推荐空腹步行。这些内容都十分重要，希望你能完整观看视频。现在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是第1章建议不吃早餐。在战后，日本人的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对健康的关注也比以前更加热切。各种渠道的信息让我们的健康知识变得更加丰富。然而，尽管如此，国民医疗费用却每年持续上升，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是许多人虽然掌握了健康常识，但没有付诸实践，或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行动，但这些健康常识本身可能存在错误。作者坚信，我们对吃和喝的常识实际上存在很大的误解，而这些是我们健康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许多人过去可能一直坚持每天吃丰盛的早餐以保持健康。关于是否应每天吃早餐的问题，可能有不少人听过赞成和反对的意见。然而，社会普遍的看法以及你小时候从父母或学校老师那里学到的观点是，吃好早餐对健康有益，并能让你在一天中保持精力充沛。这种普遍的看法并不正确。作者不建议每天都吃丰盛的早餐。有些人即使没有食欲，也会因为认为这样更健康，能提高当天的工作表现而勉强吃早饭。我想问这些人，你在这种情况下吃早饭时，真的觉得味道好吗？可能大多数人并不觉得特别好吃吧。这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的晚餐还没有完全消化，因此在早晨吃早餐时，胃中仍然有食物残留。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通常工作到很晚，开始吃晚餐的时间通常在晚上8点或9点以后。人们的睡眠时间通常只有5到6个小时。这种生活习惯使人们早晨醒来时胃中仍然有食物，并且身体还没有产生饥饿感。然而，现代医学中的许多医生、医疗从业者，甚至学校老师，都强调早餐的重要性，建议为了健康要吃早餐。尽管没有饥饿感，许多人还是在早晨强迫自己吃东西。这种行为违反自然规律，通常不会带来好的结果。那么，勉强自己在不饿的情况下吃早餐，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呢？首先，这会扰乱排便机制。你可能听说过吃早餐能促进胃肠道的工作，因此有人认为，为了保持规律的排便习惯，应该每天吃早餐。但石原先生完全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吸收会阻碍排泄，这是人体的自然机制。当我们吃饭时，为了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血液会集中在胃和小肠，导致其他器官的血流减少。这样一来，负责排泄的大肠、直肠和肾脏的血流也会减少，导致排便功能下降。同样，脑部、心脏和骨骼肌也可能因为血液供应不足，导致饭后困倦或不愿活动。这种现象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在晚餐早早结束，让胃在睡觉期间保持空腹，并充分休息，那么大肠、直肠和肾脏的活动就会变得更加活跃，促进自然排泄。然而，许多人在晚上很晚才吃晚餐，
这样一来，胃在夜间仍然继续消化活动，早晨并没有饥饿感。在这种情况下吃早餐，胃和小肠不得不继续工作，无法得到休息，从而干扰排泄。这种情况会导致许多人因为勉强吃早餐而损害健康，尽管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对健康有益。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早上本能的寻求营养补给是正常的，但大多数成年人早上并不需要摄入大量营养。此外，在没有食欲的情况下，强迫自己吃早餐会阻碍身体的排毒进程，这也是一种浪费行为。早餐在英语中称为 breakfast。break 在这里指的是打破的意思，而 fast 不是指快的意思，而是进食的意思，即睡眠期间的进食状态被打破。吃早餐就是打破这种进食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进食是指睡眠时间，保持这种进食状态直到起床后，可以使血液继续集中在胃中，从而促进其他器官的活跃工作。当各器官的活动更加活跃时，排毒过程进一步推进，血液也会得到净化。这种理想状态会被在没有饥饿感的情况下强迫自己吃早餐所打断。早晨不感到饥饿的原因之一是晚餐时间过晚，但另一个问题是现代人饮食过量，导致胃和小肠过度劳累。应该合理安排空腹时间，让胃肠得到休息。特别是现在的人，晚餐时间很晚，而且是一天中食物摄入量最大的时间段，从晚餐到下一顿早餐的时间间隔较短，所以导致早晨没有饥饿感。此外，早晨是经过一夜进食后排泄器官最活跃的时刻，因此如果要恢复一天2餐的模式，最合理的做法是不吃早餐，这也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第2章空腹的建议。在第1章中，我们提到不吃早餐的建议，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早上完全不吃东西可能太过困难，因此我想向您介绍一些饮品，帮助您在保持空腹的同时补充营养。有一些饮料可以同时满足不对胃部造成负担，不抑制排泄活动，补充大脑糖分的需求。这位作者推荐的饮料有胡萝卜苹果汁、生姜红茶等，这些都是早晨可以喝的饮料。现在让我向您展示这些饮料的制作方法。这些饮品可以在早晨饮用。首先是胡萝卜苹果汁的制作方法。材料需要2根胡萝卜和1个苹果。将胡萝卜和苹果洗净后，去掉胡萝卜的顶部和苹果的核，但保留皮。然后将这些食材分割成适合榨汁机的大小，放入榨汁机榨汁，这样就完成了，非常美味，推荐您尝试。接着是生姜红茶的制作方法。将红茶、生姜和黑糖混合在一起，生姜需要洗净后连皮磨碎，加入1-2撮，然后加入适量的黑糖。制作过程非常简单。您可能会疑惑，这些饮品是否能让您感到饱足？实际上，您不必担心。当您感到饥饿时，只要血糖升高，饥饿感就会消失。当体内的血糖水平降低时，空腹中枢会感知到饥饿，而当血糖水平升高时，饱腹中枢会感知到饱足，并通知大脑。通过我介绍的饮品，您可以适当的补充糖分，提高血糖水平，不影响排泄活动的前提下，抑制饥饿感，而不需要大量进食。我建议大家尝试利用这些饮品来避免吃早餐。然而，这种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人。例如，从事体力劳动或每天运动量大的人需要通过早餐来补充能量，这是合理的。有些人可能无法忍受不吃早餐的生活习惯，或者尝试过但效果不佳。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在午餐或晚餐时进行调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并坚持下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请注意，不吃早餐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午餐或晚餐时暴饮暴食，这是不正确的。日本在江户时代之前，平民通常一天吃2餐，一天3餐的习惯起源于明治时期。随着征兵制的引入，军队的成立，这种习惯逐渐在民众中普及。然而，现代人的日常活动量
肯定比当时的士兵和普通民众要少得多。如果继续保持相同的进食次数和卡路里摄入量，日常卡路里超标是难以避免的，这将导致身体不适或肥胖，这都是合情合理的。基于此，我想提出另一个建议：保持适度饮食。至少大家都知道，适度饮食对身体健康有益。适度饮食对身体的好处在东方医学中是常识，研究者的实验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美国国立老化研究所的唐纳德·英格拉姆教授对高龄老鼠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饮食节制的老鼠平均寿命延长了40%。此外，还对200只更接近人类的红毛猩猩进行了实验，它们被分为2组，一组喂食普通食物，另一组喂食减少30%卡路里的低卡路里食物，并持续观察1个月以上。结果显示，低卡路里组的红毛猩猩在血压和血糖水平方面都明显优于普通食物组。基于此，教授推测，降低卡路里的摄入可能有助于预防人类的疾病。另外，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疫苗基因研究所的尼科尔普奇教授的团队对少食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研究发现，在过去18年中，给红蛙限制30%卡路里摄入的食物，与正常食物相比，这些红蛙在老年时 T 细胞水平更高，细胞更年轻，生病风险更低。西班牙马德里一家老年医院对每天摄入1800卡路里的高龄者和隔天断食的高龄者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隔天断食的高龄者更长寿，患病率更低。动物实验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隔天断食能够延长寿命。由此可见，限制食物摄入量可以提高老年人健康的概率，并延长寿命。例如，目前日本男性的平均体格所需的每日能量约为1600卡路里。然而，如果没有节制地吃3餐，这个数值很容易被超出。即使你开始注意每日卡路里的摄入量，每天自行计算卡路里也可能相当困难。因此，许多人认为停止1天3餐，而改为1天2餐或者1.5餐更容易坚持。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之前提到的，减少餐次并不意味着可以增加2餐的食量。如果1天内摄入的食物总量没有改变，那就没有意义了。实际上，由于古代本能的作用，当进食次数减少时，身体可能会为了应对饥饿期而储存营养成脂肪，这可能产生反效果。也就是说，如果减少进食次数，但总卡路里摄入量保持不变，那么体重反而更容易增加。即使进食次数减少，也要避免过量进食，导致食物长时间滞留在胃中。接下来，我将在第2章的结尾部分简要解释在空腹状态下免疫力增强的原理，从而结束关于空腹的建议。如果你不喜欢空腹感，在这里可以尝试下决心，然后进行挑战。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如白细胞，负责穿过身体的各种屏障，消除入侵的细菌和过敏原。这些免疫细胞在饥饿状态下的活动更加活跃。白细胞并不仅仅吞噬外来敌人，当我们吃得饱饱时，血液中有糖、脂肪、蛋白质等各种营养素，白细胞也会摄入这些营养素，从而导致它们感到饱足。这时，即使有细菌或过敏原进入体内，白细胞也不会去吞噬它们。当我们处于空腹状态时，白细胞会由于饥饿而更加积极地吞噬入侵的异物，从而提高免疫力。这是免疫力提升的表现。当我们生病、受伤或疲劳过度时，常常会感到食欲不振，即使尝试勉强进食，也可能引起呕吐。这其实是身体有意让我们不进食，以此激活白细胞的活动，提高免疫力。这是一种自然的生理机制。因此，我们应该铭记，在生病时不必勉强自己进食，就像不必强迫自己在早晨进食一样。接下来，我将解释第3章空腹行走的推荐。有2种方法与空腹一样，可以大幅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有2个：血液净化和体温升高。毫无疑问，这2种状态对身体有益。
血液净化与第1章中提到的空腹最为相关。接下来的视频将集中探讨提高体温的方法。为了提高体温，关键在于注意饮食、穿着和室温的调节，以确保身体不受寒冷侵袭。当然，提高代谢率和增强肌肉力量也非常重要。其中，下半身的肌肉被称为第2心脏，对提高体温起着关键作用。为了增强肌肉力量，需要在饮食中摄入平衡的营养，促进肌肉生长。进行适量的训练，并确保高质量的睡眠也至关重要。此外，进行训练的时机也非常关键，那就是在空腹时。将训练安排在空腹时，可以增强减肥、延缓衰老和降低患病风险的效果。特别是在40岁以后，你可能会开始感受到下肢力量逐渐减弱，臀部肌肉松弛、大腿变细等问题会逐渐出现。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另一些人则会意识到不能继续衰退，决定开始进行运动，比如养成步行的习惯。选择哪种态度将极大地改变你的未来生活。下半身力量的减弱会导致全身衰退，这也是各种生活方式疾病的征兆。然而，人们往往对内脏问题给予关注，但对肌肉问题却容易放弃，因为认为这是老化的自然结果。每一块肌肉都由肌纤维组成，其周围附着着毛细血管，将氧气和营养素输送给肌细胞。下半身拥有全身肌肉的约70%，并通过大量血液加热下半身，发挥重要作用。年轻时肌肉量大，血液流量和血液循环良好，使下半身保持温暖，呈现出所谓的头凉脚暖的健康状态。然而，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量减少，导致下半身热量逐渐下降，下半身变冷，上半身变热。同时，下半身器官的血液循环也受到影响。肾脏、肾上腺、泌尿器、生殖器等位于肚脐以下的器官统称为肾。这些器官如果衰退，会逐渐影响到上半身的老化现象。下半身肌肉的衰退和受寒可能引发各种健康问题和疾病，其中最典型的是糖尿病。下半身肌肉占全身肌肉的70%以上。如果下半身肌肉衰退，血液中的糖分无法及时处理，容易导致糖尿病。此外，代谢综合征及代谢减退症候群也会导致多种生活方式疾病。40岁之后，肥胖症开始增多，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量减少，代谢减慢。因此，为了预防肥胖症，我们需要通过控制饮食，保持空腹感，加强肌肉训练，提高体温，维持或提高代谢水平。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平时经常运动或喜欢运动，那么保持运动习惯或开始新的运动会对你的健康非常有益。然而，对于多年没有运动的人和年长者来说，突然开始运动可能会让他们感到迷茫，不知道该从何入手。作者建议的运动方式是步行。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很普通，但实际上，这是一项人人都能参与的运动，但是能坚持下去的人却不多。你可以试着连续几天步行，看看效果如何。通过持续步行，你会发现自己对走路的适应性不够，走一段路就会感到疲惫。事实上，从威胁生命的疾病到常见的身体疼痛，甚至到心理问题，许多症状都与缺乏运动有很大关系。在交通工具尚未普及的年代，人们每天都步行，通过行走锻炼肌肉，远离寒冷，净化血液。因此，那时很少出现如今常见的生活方式疾病。为了降低死亡率，建议每天步行1万步。这一数据基于美国帕芬伯格教授对哈佛大学毕业生进行的数十年追踪调查得出，研究了不同年龄段的身体活动量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论如下：通过运动，每周消耗2000卡路里以上，也就是每天约消耗300卡路里的人，死亡率比那些消耗较少卡路里的人要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非常低。通过步行消耗300卡路里，约需每天走1万步。此外，实验数据显示，每天走1万步以上的人善于胆固醇增加，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
而每天走12000步以上的人不容易患心肌梗塞。因此，运动初学者推荐首先尝试步行。要达到每天10000步的目标，需要花费1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时间有限，可以尝试步行研究所开发的平衡步行法。这种步行方式要求保持脊柱挺直，收紧腹部，从脚跟着地，这3点非常简单，却效果显著。平衡步行法还可以减轻腰痛和膝盖疼痛，短时间内见效。即使时间有限，也可以在附近走走。为了避免总是使用相同的肌肉，偶尔可以尝试反向行走或侧向行走。此外，早晨空腹时进行步行是最有效的。有些人担心空腹时可能没有力气或容易跌倒，但实际上这并不是问题。作者解释说，乡秃们在早饭前进行4到5个小时的严格训练，所以散步对身体没有问题。事实上，乡秃早晨的训练是有科学依据的。你可能听说过一种叫做血清素的激素，血清素在我们放松时分泌较多，让人感到满足和心情稳定。而血清素分泌不足，则可能导致饥饿感、烦躁、易怒，甚至容易出现精神疾病。当你在感到饥饿时变得烦躁，这是因为血清素的分泌不足。尽管我们可能会认为血清素主要存在于大脑中，但其实90%存在于肠道中。通过步行，使肠道温度升高，激活了血清素的作用，从而抑制了饥饿感。另外，刚起床时的空腹状态也有利于运动，因为此时身体还处于休息状态，血液循环良好，使身体各部位都充满活力，手脚也不容易感到疲劳。早饭前的空腹时段实际上是运动的最佳时机。此外，空腹时步行能够将体内储存的糖原和脂肪转化为能量，这也是乡秃们在早晨起床后能进行数小时激烈训练的原因之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度劳累。长跑运动员在比赛中有时会因为体力不支而晕倒，这通常是因为糖分不足。如果在身体还未适应的情况下过度劳累，同样可能导致低血糖。虽然早晨步行不太可能引发这种情况，但在你适应之前，建议携带一些黑糖、巧克力等。随着早晨空腹步行的习惯养成，脂肪燃烧会变得更加顺畅。空腹步行还可以带来以下效果：体温上升、减肥、增强免疫力、防止代谢综合症和由此引发的生活方式疾病，排出体内废物和毒素，净化血液，防止高血压、心肌梗塞和中风，增强抗压力能力，改善抑郁症，增强肌肉力量，强化骨骼。此外，步行还可以强化肺功能，防止痴呆症，刺激脚底穴位等。步行能为你带来如此多的健康益处，保护你免受各种威胁。那么，请尝试连续1个月在空腹状态下步行。早晨提前30分钟起床，做完准备运动后开始步行。通过改变早晨的习惯，让体内废物和毒素排出体外，您将能够以清爽的状态开始一天，为您的身体注入新的活力。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